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查理斯目。最近半年，美股由牛市轉向震盪，相信大家和我一樣都有點疲憊了。已經退休的股神巴菲特在3月31日接受 CNBC 的專訪，這位投資傳奇罕見地分享他對於當前美股市場的看法，以及波克夏哈撒韋公司的未來動向。本期節目就讓我們聆聽股神的教誨，看看在這個紛亂嘈雜的時代，散戶投資者究竟要如何理解美股，穿越牛熊？此外，查理還將帶來中東局勢的最新分析，標普500指數接下來的走勢如何，以及耐克的財報。當被記者問到如何看待標普納指3月的這波大回撤，有沒有趁機抄底的時候，巴菲特表示，現在的美股市場讓他提不起興趣來，絕大多數股票的估值還是偏高了。雖然標普從高點下跌了近10%，但是畢竟股神是經歷過歷史上好幾輪非常大的牛市和熊市，在他看來，波克夏哈撒韋曾經暴跌過50%，目前的跌幅真的只是毛毛雨，遠遠算不上黃金坑。股神認為，當前市場的情緒還是以牛市看漲為主，但是投資者還是應該保持恐懼。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中東局勢以及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的時候，巴菲特強調，他的策略是過濾掉短期新聞，甚至是利率的影響，而專注於每一家公司的基本面、長期內在價值。股神說，預測股市短期的波動是毒藥，建議大家投資在10到20年之後，利潤依然會大幅增長的優質企業。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巴菲特的價值投資哲學呢？反正查理在聽了巴菲特的採訪之後，一顆浮躁的心瞬間平靜了下來。確實啊，預測股票的底部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事情。你買在最低點和買在5%、10%甚至20%以上的高點，幾年之後回過頭來看，並不會對你的生活帶來任何影響。關鍵還是拿穩你認為非常好的投資標的，不要輕易改變自己的投資邏輯。當然，股神能夠長期做價值投資的關鍵，還是波克夏公司本身就是保險行業的巨頭，每個季度都有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，相當於給巴菲特無限彈藥，可以在股市崩盤之後讓他入場撿便宜，從而獲得超越市場的表現。那對於咱們散戶投資者，能夠直接學習股神的策略，就是好好在主業上賺錢，然後攢起來，等到股市大跌的时候逢低抄底或者加倉指數或者龍頭股票，然後刪掉軟件，長期持有就好了，確實沒問題啊。那截止到2025年年底，波克夏公司持有高達3750億美元的短期美債國庫券，但是巴菲特表示，只有在出現股市真正的大崩盤的時候，他們才會大舉進場抄底。而現在，波克夏公司會繼續保持耐心，不貿然出擊。當然，和查理在3月5日的節目中播報的一樣，在新任 CEO 阿貝爾執掌公司之後，伯克希爾已經確認結束了2年的觀望期，從3月份開始重啟了大規模的股票回購。此外，雖然巴菲特已經退休，但他依然每周5天出現在奧馬哈的辦公室，並且每天開盤之前會致電給財務資產總監 Mark Miller 了解最新的動向。有趣的是，股神還宣布將與 NBA 巨星史蒂芬·庫里合作，重啟他那標誌性的慈善午餐拍賣活動。在被問到和微軟創始人比爾·蓋茨關係的時候，巴菲特明確表示，他也決定和這位數十年的好友切割。自今年2月份，美國司法部公布蓋茨與傑弗里斯·愛潑斯坦關係的最新調查文件以來，巴菲特從未與蓋茨說過話。他直言不諱地表示，我不希望處於知道某些事情的境地，也不想被傳喚為證人。對於未來是否繼續向蓋茨基金會進行年度數百億級別的捐贈，巴菲特拒絕做出承諾，表示將靜觀其變。他承認，我正在了解一些以前並不知道的事情。毫無疑問，巴菲特有非常高尚的品格，與蓋茨絕交也不那麼讓人意外。那總的來說，股神在2026年的投資策略還是以觀望為主，耐心等待更好的機會。雖然他也在做一些小倉位的投資布局，但是巴菲特顯然對只賺個5%、6%的短期利潤不那麼感興趣。那聊完了股神巴菲特的專訪，我們回到中東局勢，還有川普的最新動態。4月1日，美伊戰爭正式進入第5週，德黑蘭上空還在冒着黑煙，但是華盛頓方面已經等不及要宣告勝利了。川普總統對隨行記者稱，他不關心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濃縮鈾了。
美軍可能在霍爾木茲海峽還沒有完全開放的時候就撤軍。當被問到具體時間，川普表示可能再等個2周或者3周之後，美國就會從中東撤軍，把海峽控制權交出去。雖然1周之前他還在放狠話，給伊朗設置了4月6日的最後通牒，說如果在那之前伊朗不放行油輪，就炸掉伊朗的發電站和煉油廠。然而，美國的通脹可能因此而飆升，而美股和金融市場已經開始交易深度衰退。美國國內巨大的反戰壓力，中期選舉告急的選情，迫使川普做出判斷，不管37-21，趕緊先撤了他口再說。至於鏟除伊朗核威脅、推翻神權政府的目標，川普總能找到各種理由，單方面的宣布勝利，從勝利走向勝利嘛。開個玩笑啊。此外，川普對於北約成員國，特別是法國和西班牙等歐盟國家不配合美軍打擊伊朗，表達了強烈的不滿。他甚至表示，未來美國會考慮是否退出北約。那看完特朗普的勝利宣言，我們必須換個方向，看看伊朗現在打什麼算盤。4月1日凌晨，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多枚導彈，戰火紛飛。伊朗軍方和外交部在周三聯合發聲，語氣非常強硬。德黑蘭方面表示，霍爾木茲海峽肯定會重新開放，但絕不是為了你們。很顯然，伊朗不再把波斯灣海峽僅僅當作一條航道，而是把它當成了對抗西方制裁的絞索。既然你封鎖我的石油出口，我就物理截斷全球的能源動脈，並且伊朗方面已經開始對於過往船只徵收過路費，每艘油輪可能面臨繳納200萬美元的伊朗稅。如果這個收保護費的政策長期化，勢必造成原油價格長期維持在高位，從而壓制全球，特別是高度依賴中東產油國的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活力。這是西德州原油 WTI 的價格走勢。我們可以看到，雖然這2天因為川普和伊朗總統的停戰言論，讓 WTI 價格從100美元以上回撤到了95.3美元，但是油價觸碰到了20日均線之後，就有一個強勢反彈的下影線，表明原油價格的上行趨勢依然完全沒有被破壞。此外，回撤之後 ，WTI 的價格依然比美伊開戰之前的65美元要高出45%。美國的汽油價格也從2月份的3美元每加侖飆漲到了現在的4美元以上。查理認為，油價高企的長期化絕對會持續壓制美國經濟，迫使美國老百姓在其他方面削減開支，而且能源相關的運營成本飆升，也會進一步侵蝕美國大公司的盈利空間，這將在未來一個季度的財報數據之中得到更加明顯的體現。好，聊完了油價，我們來看看美股大盤標普500指數的走勢。雖然在過去2天標普超跌之後有一個強勢反彈，現在的價格來到了6600點，但是它還是被20日均線，也就是圖中黃色的這條向下走的曲線給壓制了。可以看到，標普20日均線的目前的位階在6619點附近，比市場價6583點還高了那麼一丟丟，而且50日、100日和200日均線依然呈現空頭排列、扭頭下跌的走勢。因此，和周一的節目一樣 ，CIA 投資系統目前認為，我們絕對不應該現在追高買入，反而應該逢高止盈、套現離場。從盤面上來看，短期美股市場的反彈更像是戰爭迷霧當中的一次死貓跳。在4月份的財報季真正揭幕之前，多空博弈將進入白熱化。歷史數據表明，4月份是美股全年表現最好的月份，自1964年以來，平均漲幅高達1.5%。市場此前已經連續5周處於負面情緒當中，空頭平倉與養老金的買盤在3月底、4月初集體進場，推動了大盤權重股7巨頭的修復。但是2026年和2022年一樣，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年。歷史數據還顯示，中期選舉的 Q2， 也就是第2季度，是4年總統週期中最為糟糕的季度，平均回報為負的2.8%。查理認為，我們很可能看到美股在4月份的前1到2周有一波不錯的反彈，然後等到5、6月份新的下跌回調是非常合理的假設。基於以上判斷，CI 投資組合目前依然是以超短債為主的防禦型配置，不着急現在就重倉買入美股，而是會耐心的再等一段時間。在今年中期選舉到來之前，如果通脹預期開始降溫，市場企穩之後，我們在右側買入，現在真的不急啊。好，聊完了美股大盤，我們來看看運動品牌的龍頭耐克。
就在昨天盤後，Nike 公布了26財年第三季度的最新財報，股價單日暴跌15%。現在耐克的股價只有$45，和2014年的價格相當，距離其在2021年底的歷史高點$169已經雪崩了73%。當然，其他運動品牌的情況也都差不多，Lululemon、阿迪達斯、彪馬這些老牌運動服飾都處於生死線的邊緣。本質上，美聯儲從2022年開始的暴力升息，以及美國經濟通脹難以回到疫情前的水平，讓除了 AI 科技領域之外的大部分實體經濟都陷入了長期性的衰退，而耐克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我們來看看耐克的這份財報，本季度總營收為$113億，與去年同期持平，但是在匯率中性的基礎上，實際下降了3%，淨利潤只有$5億，同比大幅下跌35%，稀釋後的每股收益 EPS 為$0.35，雖然這個數字超過了此前市場極低的預期$0.29，但是較去年同期的$0.54仍有顯著的倒退。毛利率方面降低了130個基點，跌到了40.2%。耐克官方的解釋是，主要是由於北美地區關稅上升導致的產品成本的增加。在大中華地區表現依舊疲軟，營收出現了下滑。管理層甚至下調了下一季度的指引，預計中國市場銷售額可能下降約20%。華爾街的分析師 Telsey Advisory Group 將耐克的目標價從$65下調到了$55。市場擔心耐克在應對宏觀環境惡化和激烈的競爭面前，它的品牌吸引力正在面臨考驗。簡單講，就是年輕人不再認為穿耐克是時尚酷炫的標誌。以前 Nike 的飢餓營銷策略，現在的消費者都不大買賬了。那面對銷量的下滑和股價的崩盤， Nike 管理層正在果斷推行一項名為 Win Now 的深層轉型計劃，他們現在就要贏啊。 CEO 埃里奧特·希爾承認，耐克的品牌在過去幾年過度依賴直營電商和生活方式類產品，導致專業運動屬性的稀釋，批發渠道的萎縮。耐克將公司的架構重新調整為以足球、跑步、籃球等運動項目為核心，特別是針對即將到來的由美國、加拿大和墨西哥3國聯合舉辦的世界杯，管理層將重點放在了足球領域，計劃利用世界杯這個盛大舞台推廣 Nike 足球相關的產品。當然了，公司還在修復和傳統分銷商的關係，重新與 Foot Locker、JD Sports 以及專業的運動零售商加大合作力度，大家一起賺錢。因為光憑耐克的直銷，營收根本上不去。那對於 Nike 的股票 ，CI 投資系統給出的是黃色持有信號，現在價格在$44.6，已經處於2015年3月份以來的最低點，接下來再跌的空間也很有限了。當然，不建議朋友們現在就急着抄底耐克，因為它大概率會在$45到$50的區間做低位震盪1到2個月的時間，走一個比較漫長的均值修復。可以看到 Nike 公司的 EPS 增速在今年是負的29.1%，也就是利潤比去年下跌了30%。市場認為我們至少要等到2027年之後， NKE 股票的 EPS 增速才會由負轉正，重新回到高增長狀態。那已經持有耐克股票的投資朋友現在也不需要着急在底部割肉，就繼續持有即可。在它的營銷數據有了起色之後， NKE 的股價向上走的空間還是非常大的，我們也不需要過度恐慌。畢竟耐克作為全球運動的第一品牌，它的底蘊還是非常深厚的，大家無需過分擔心。那這是4月1日美股市場的盤面，可以看到科技巨頭除了微軟之外，都有很不錯的反彈行情。其中反彈力度最大的是谷歌，單日暴漲2.8%，股價再度逼近$300大關。今天市場上出現了大量針對 GOOGL 股票的看漲期權買入，顯示出華爾街的大資金正在為4月份的季節性反彈提前布局。有分析師指出，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目前擁有約$550億的自由現金流，即便在 AI 領域加大資本開支，它的估值仍然處於被低估的狀態。作為 AI 原生巨頭，谷歌的 Gemini 3系列大模型的商業化成功，以及在廣告市場展現出的極強韌性，抵消了此前對於 AI 顛覆搜索的恐懼。那在中期選舉年，共和黨、民主黨兩邊都要在政治廣告之上砸下巨額資金，而谷歌作為廣告業的老大，自然也是獲利豐厚。目前 Alphabet 的市值已經站穩了
3.4萬億美元，緊追着排名第2的蘋果。好，聊完了今天的主題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4月1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。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，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、美債殖利率的變化、全球央行的流動性、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，來對美股、短債、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變。和之前一樣 ，CI 投資系統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持倉比重維持在25%，把70%的資金放在超短期美債 USFR、SGOV 或者 STIP 中避險，剩余5%的資金可以買入黃金 ETF、IUM、GOD 等做通脹的對冲。如果到了今年的第3季度，美國中期選舉之前，美股出現由熊轉牛的反轉，我們屆時再賣掉短債，安全的右側抄底美股。在指數層面，標普500、納斯達克100科技類指數都處於紅色賣出信號當中，我們不需要着急抄底。在個股層面，系統推薦了3隻股票，分別是雅培、Visa 和 PM， 他們的買點也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，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。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最新持倉情況。到了4月1日 ，USFR 依然是 CI 投資組合的第1大持倉，查理的投資策略還是現金為王，超短債避險。在美聯儲需要穩定物價、控制通脹的背景之下，美元流動性風險依然存在。我們的投資組合還是以穩為主，不在局勢尚未明朗的時候做交易。事實上，如果我们回看2022年的美股大熊市，標普納指也是在3月中旬到4月上旬有一波力度非常不錯的反彈，之後就是繼續的下跌，直到2022年的10月份，大盤才真正達到了底部位置。那現在 CI 投資組合的前5大持倉分別是超短債 USFR 佔比 78.2%， 微軟佔比 10.5%， 國防軍工 XAR 佔比 4.6%， 亞馬遜佔比 4.6% 和 Meta 佔比 1.2%。和往常一樣，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，我也會及時更新，請朋友們保持關注。如果你想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訊息，可以加入查理斯木 YouTube 頻道或者 Patreon 會員，您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，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。此外 ，CI 投資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 YouTube 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。好，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。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。您認為美股右側反轉了嗎？請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，我們一起討論。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，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。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鼎力支持，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，在市場中成長。祝您投資順利，心情愉快。我們週6的節目再見。